你知道吗？根据最新统计，美国的信用卡债务已经突破历史新高，总额超过了1.3万亿美元。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不是因为冲动消费，而是真的在用信用卡撑着生活。但你有没有想过，你还款时信用卡账单上那个 APR， 也就是年利率，其实才是你钱包流血的根源。那 APR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曾经只关心返现的额度，从来没有认真读过利率相关的信息呢？ Hello， 我是财喵在纽约，关注我，陪你搞懂美国理财生活，省心省钱，少走弯路。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个特别重要但很多人都忽视的知识点 APR， 也就是信用卡年利率。它到底是怎么计算的呢？什么情况下你会被收利息？怎么做才能避免被银行薅利息？今天我们这支视频会用实际的例子带你一口气搞懂信用卡利息到底是怎么算的。好，咱们从头说起。 APR 的全称是 Annual Percentage Rate， 也就是年利率。简单来说，它代表你使用信用卡借钱的年度成本。它不仅包括利息，还可能包含一些费用，是一个标准化的指标，用来帮助你横向比较不同信用产品的成本。所以说 APR 不是随便给你看的数字，它的背后是真金白银的支出。那你可能要问， APR 是年利率，那每个月每天怎么算利息呢？这就要说到它的计算方式了。第一步，银行会把年利率除以365天，算出每天利率。比如说你卡的 APR 是20%，那每日利率就是0.0548%。第二步，用平均每日余额来算利息。怎么做呢？你把账单的周期里的每天的余额都加起来，然后除以天数，就得到了平均每日余额，再把这个数字乘以每日利率和天数，这样你每个月的利息就得到了。这就是你这个月应付的利息。听起来好像很麻烦啊，但一旦你了解了这个原理，你就知道利息是按天算的，哪怕你只欠1天钱，也有可能会被收1整天的利息。那有没有办法避免利息呢？答案是有的，是要靠宽限期，也就是 Grace Period。宽限期是从你的账单周期结束到付款截止日期之间的这段时间，只要你在这段期间内全额还款，就不会被收取任何利息。这也是大部分人都在努力做到全额还款的原因。根据美国联邦法律的要求，这段宽限期至少是21天。但是宽限期也不是随便都有的，还有几个前提条件要注意。你必须上个月全额还清了账单，如果你上个月有还没还清的余额，新消费就不会享受宽限期，而是从当下你刷卡当天就开始计息。另外，现金提现 Cash Advance 或者是债务转移 Balance Transfer 本身就不享受宽限期，他们也是即刻就开始计息的。那信用卡 APR 有哪些种类呢？首先 Purchase APR 是我们最常见的信用卡日常消费的年利率。Cash Advance APR 是你在 ATM 从信用卡上提款时的年利率，通常比普通 APR 高得多，而且从你提钱的那一刻就要开始收利息。Balance Transfer APR 是你把其他信用卡的欠款转过来时的利率，有时候会有免息的优惠，比如花旗银行的 Double Cash Card 就有18个月这样的优惠。Penalty APR 就是惩罚性利率，你如果逾期违约，银行就会把你拉到一个吓死人的高利率。Intro APR 是新卡开卡初期你的优惠年利率，通常是免息，然后通常会有6到18个月的时效不等。很多信用卡都有这样的政策。那影响你 APR 高低的因素有哪些呢？信用卡分数是最关键的，信用越好，你能拿到的 APR 就越低。另外还有市场环境，比如美国的基准利率在变动的时候，你的浮动 APR 也会跟着变。还有就是你申请的卡本身的类型，如果是一张高返现高福利的卡，那你的 APR 可能就会偏高，因为银行需要通过这样的高利息来补回一点利润。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应对 APR 呢？最核心的一条就是每月全额还款，只要你每月按时还清账单，最好是设定自动还款， APR 再高也和你没关系。第二是要了解自己的账单周期，尽量在周期开始的时候消费，这样可以最大化你的宽限期，让你能够顺利还款。第三，你如果已经被收高利息了，可以主动打电话给银行请求降 APR， 有时候客服会看你还款记录好然后账户活跃度也不错，会愿意给你降一点点 APR。第四是合理利用债务转移免息的这样一些信用卡，把高息欠款转过去还一口气。但要记住，这样的操作还是会有手续费，以及要注意它这个优惠的期限。
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APR 虽然是一个很枯燥的金融术语，但它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钱包。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评论、关注、订阅啊！我们下期再见。